被未婚夫陆承轩从马匪窝救出时，我衣衫凌乱，腹部插着把匕首，奄奄一息。所有人都笑我没了清白，活着也是丢脸，不如直接死了干净。陆承轩疯了般的将那些人踹走，不眠不休地守在我床前，发誓绝不会嫌弃我。我心中感动，以为觅得良缘。可大婚前3天，我却听见他和属下的对话：小公爷，您想纳叶大小姐的庶妹进门，跟她直说就是，何必故意将她送给马匪糟践，还大肆宣扬她没了清白？女子名节多重要啊！陆承轩喝了口茶，神色淡然。我答应过凌轩，会娶她做正妻，可她是庶女，我又和阿唐早有婚约，刚好我家有祖训，婚前破了身子的女子不可为正妻。阿唐脸皮薄，只有毁了她，我才能利用她的羞愧，让她同意乖乖做妾，不再和凌轩争。我骤然攥紧裙摆，原来我所遭受的一切都是他在为庶妹铺路。可陆承轩不知道，他不想让我做正妻，有人却求之不得。樊楼包厢里，那属下似有困惑。叶大小姐向来是个外柔内刚的，万一她还是不肯呢？茶水氤氲的热气模糊了陆承轩的容颜，声音却清晰又冷漠。我早就跟那马匪打过招呼，让他坏了阿唐身子的同时，毁掉他的生育能力。不然你以为那把匕首刚好伤到他的包公？一个既不清白又不能生的女子，到哪儿都不配做正室。去多给那些马匪点银子，叫他们赶紧滚出京城，永远不许让阿唐知道真相。眼看对方朝着门口走来，我匆匆躲到隔壁，身体因震惊愤怒而颤抖不止。不久前太医来给我诊治时，眼中的同情还历历在目。毕竟在这个时代，不能为夫家绵延子嗣的女子，怎么看都是一枚弃子。但是陆承轩心疼又悲愤地握着我的手。我已将马匪碎尸万段，为你报仇，发誓永远不会辜负你。当时有多感动，如今就有多心寒。刚回到家中，陆承轩就带着庶妹叶凌轩走进正厅，看见桌上来自樊楼的食盒，还有我身上没来得及摘下的披风，他眼中闪过几分紧张，询问道：阿唐，你去了樊楼，想吃什么托人告诉我，我给你带过来就是，何必大冷天跑出去？你可有见过什么熟人吗？听出他语气中的试探，我心中涌起一丝讽刺。是府中小徒去买的，至于披风，也不过是觉得冷，才披上保暖而已。陆承轩悄然松了口气，终于表明来意。他歉疚地看着我：阿唐，之前你被马匪毁去清白的事闹得沸沸扬扬，你是知道我家中祖训的。纵我有心想娶你做正妻，可母亲以死相逼，只许你做妾，我又不愿毁去两家婚约，不如就让凌轩做正室，如此也能两全其妙，如何？叶凌轩挽住他的胳膊，摆出娇羞小女儿姿态。闻言，一直旁听的父亲骤然沉下脸：小公爷，阿唐是我的嫡女，如何能与人为妾？当日若不是你飞鸽传信说你在郊外受了伤，请他速带金疮药过去，他也不会突遭横祸。你这样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况且老夫早就在今年的举子中为林欢选好了夫婿人选，此时悔婚，我上书府岂不是要被人笑话出尔反尔？叶凌轩率先哭了起来。你们别怪阿轩哥哥，都是我痴心妄想。明知姐姐贵为嫡女，又有国公府给的信物做倚仗，就算没了清白，也比我尊贵。我算什么呀？只配许给穷酸的举子罢了。可我爱慕阿轩哥哥多年，不愿嫁与旁人。既然这样，那我不如现在就一了百了。说着，他就要朝旁边的柱子撞去。陆承轩心疼地将他抱在怀里，恼怒地瞪向我：叶晚堂，在我这儿从没有什么嫡庶之分，你少用身份来欺压凌轩。当初我不过是试探你的警惕心，才给你飞鸽传书，是你自己不够理智，非要自己跑出去。像你这样失去清白和生育能力的蠢妇，只会让夫家丢脸。我没有直接退婚，还许你做妾，已经仁至义尽。3日后，我一定要娶凌轩做正妻，赶紧把信物交出来，还给他。我几乎气笑，那信物是对鸳鸯佩，当年陆承轩求娶我时亲手雕刻，彼此各执一半。愿我与他永远比一同心。现在他要我还给叶凌轩，可陆承轩不知道，我原本不仅不会让他丢脸，还能让他陆家光耀门楣。如今看来，他根本不配。我拿出玉佩放在桌上，笑了笑：好啊，我成全你。看着两人满意的相拥离开，父亲气得脸色铁青。看他二人那拉拉扯扯的样子，明显是早就勾搭在一起了。原本以为凌轩和他生母不同，没想到也是个心比天高的。当年叶凌轩生母不过是我母亲的陪嫁丫鬟，为了上位，在父亲的茶水里下了药，没想到就怀上了，生生将母亲气得血崩难产而死。父亲顾念着骨肉之情，一直待叶凌轩出事后，才将那叛主的奴婢杖毙。父亲为叶凌轩选的人选是个勤奋老实的举子。
可他满心嫉妒我的嫡女身份和姻缘，哪里会肯？父亲担忧地望着我，阿唐，你不会真答应要做妾吧？爹爹放心，女儿自有打算。怎么可能？他陆承轩不想我做正妻，有人却求之不得。爹爹，还请您进宫一趟，帮女儿给那人传句话，就说我愿意嫁他，请他3日后来娶亲。陆承轩以为我没了清白和生育能力，又毁了我的名声，便能高高在上的拿捏我。那就不妨看看，到底是谁能笑到最后。隔天，父亲一大早就进了宫，而我则被院中的喧闹声吵醒。原来是陆承轩带人来给叶凌轩送聘礼，一共28台，比他当日承诺给我的还要多了6台。小公爷好宠啊！好些人家的嫡出小姐出嫁，夫家也给不了这样的排场啊。嫡出有什么了不起？不照样是个被人玩烂的荡妇？听说被救出来时身上都是光着的，好恶心！哪有咱们凌轩冰清玉洁？就是做出那种丑事，要是我早一脖子吊死了。某些人不但好意思活着，明知道小公爷爱的是凌轩，却非不要脸的去给未来妹夫做妾，活该没有聘礼。也是，谣言本就是他散播出去的，自然不可能帮我解释。当时的情形根本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姐姐，我的朋友都是心直口快，没有恶意的，你别往心里去。虽然阿轩哥哥说以你如今的名声确实不配有聘礼，但我实在于心不忍，还是给姐姐准备了一件的。他人拿来一样东西，竟是个布满陈年锈迹的铁质贞操锁，中间的凸起充斥着浓浓的羞辱气息，所有人都爆发出疯狂的嘲笑。这东西果然和叶大小姐很是相配呢。像她这样的荡妇，谁知道以后会不会私通外男，就该给她堵上。叶大小姐都没了清白，应该很，也不知道款式合不合适。姐姐，铁锁的钥匙呢，便先由我保管。我和阿轩哥哥商量过了，每个15日他会陪你一次，到时候我会帮你解开的。我这也是为你好，毕竟外面都传你是不忠女，只要你以后带上她，让大家明白你对夫家的忠贞，那些议论自然也就会少些。时间仓促，我以后又是要做国公府主母的人，得精打细算的过日子，只能给你用这烂铁将就做一个。不过烂铁配烂妇嘛，你应该不会嫌弃的哦。对我遭受了羞辱，陆承轩视若无睹，我忍无可忍地甩掉叶凌轩的手，冷声开口：用不着，你还是留着堵你那张令人作呕的烂嘴巴。我就是死，也不会进国公府的大门。阿轩哥哥，姐姐怎能如此粗鲁？陆承轩心疼地将她护在怀里。叶婉棠，你少在这以退为进，你当然进不了国公府的大门，一个贱妾只配从小门抬进去。凌轩这都是为了挽回你的名声，要不是他心善可怜你，允许我和你同房，我根本都没打算碰你，免得染上什么脏病。他以后就是你的主母，他的话就是命令。后日进门，我要看见你乖乖带着铁锁给凌轩敬茶，再敢以下犯上，别怪我不要你。到时恐怕没有一个好人家会愿意接受你这荡妇。他愤愤将贞操锁砸在我脚下，明明当初是他为了给叶凌轩铺路，利用我的关心薅我出去，把我送进匪窝，如今却仿佛全成了我的错。即使已经不在乎，心还是像被砸出了个洞。直到傍晚，父亲才满脸笑意的回来。那人听见你点了头，高兴的不行，拉着他问了一整天我喜欢什么，还亲自去张罗聘礼，大婚前会让人送来。那陆小公也是个混账，好在你又觅得良缘，为父也算老怀弯位。既然婚事已定，你明日便去祖坟祭拜一下，天上安心吧。母亲临死前最遗憾的就是不能陪我长大，看我有个好归宿。女儿知道了。可第二天清早，当我带着丫鬟赶到祖坟时，却发现母亲的墓碑早已被推倒，新伫立的墓碑上刻着叶凌轩生母的名字，而母亲的尸骨像垃圾一样丢在旁边的杂草上，棺木也被砍成柴。叶凌轩正招呼下里面将集体人群，我愤怒地冲过去将其驱散。谁给你们的胆子，竟敢对尚书夫人挖坟掘墓？立马把那贱婢给我挖出来！姐姐好大的威风，可真是吓死我了呢。看来你还不知道呀，阿轩哥哥心疼我年幼丧母，就连娘亲病死在庄子上，也只能无名无分的草草葬在荒郊野外。他舍不得我将来被人耻笑，作为大婚礼物，也越过父亲，找了宗族长辈们，将我娘亲的名字写入族谱，抬为正室。这尸骨自然要迁回祖坟喽。滚出去！父亲对叶凌轩生母的厌恶，族中人尽皆知，他也从未想过纳妾，因此只准备了夫妻双人的墓。这所谓的找，恐怕应该换成强压。陆承轩竟仗着国公府的背景，如此滥用强权。所以啊，姐姐，如今你母亲也是贱妾喽，是没有资格埋在这里的。让我想想，该将她放在哪儿好呢？不如就丢去乱葬岗喂狗吧。反正能生出你这种荡妇女儿，她也是个贱人，哪有脸入土为安呢？是不是啊？愤怒瞬间涌上头顶，我猛地抬起手朝他扇去，他耳朵里一阵嗡鸣，脸颊传来火辣辣的疼痛。陆承轩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将叶凌轩护到身后。
叶晚堂，你疯了！我气急反笑，你们擅自对我母亲挖坟掘墓，将她贬妻为妾，还有脸来说我疯？你知不知道，他刚刚居然说不等我说完，叶凌轩哭着抢过话。对，我是说夫人姐姐的母亲沦为妾室，葬在别处，就提议不如将墓穴修缮扩建一下，让她老人家也能继续在这儿安眠。可姐姐却骂我娘亲是贱人，不配和她母亲作伴，就该丢到乱葬岗喂狗，还骂我是抢走她位置的贱婢，想动手打我。凌轩一心为你着想，没想到你竟如此狠毒。他娘亲活着时因为身份之差被你母亲各种欺凌，如今我马上要成为他的女婿，断不会让自己的岳母低人一等。只要有我在，绝不会让凌轩步他娘亲的后尘被你欺辱，立马跪下给他们母女磕头道歉，也算是提前教你妾室的规矩。若你敢拒绝，就别怪我立刻将你母亲的尸骨挫骨扬灰。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母亲活着时是出了名的善待下人，可叶凌轩三言两语的挑拨，陆承轩就选择相信了他的话，甚至还要我给害死自己母亲的仇人下跪磕头。眼看陆承轩的属下们拿着锤子朝尸骨走去，我深深吸了口气，好，我道歉。好，我道歉。我不该侮辱未来主母的娘亲，更不该想要伤人，对不起。我跪在地上，麻木地磕着头，连额头破了都仿佛感知不到。今日就到这儿吧，明日我和凌轩大婚，会有小轿把你从侧门抬进国姑府，到时别忘记带上贞操锁，给凌轩敬茶，也算是表达你对他的尊敬和顺从之心。我紧紧攥起拳，咬牙道：将母亲的尸骨装好，带回府中。今日之辱，我明日要他们加倍偿还。回到家，父亲脸色难看，显然已经知道了族谱一事，又听说了我的遭遇，气得拍案而起。欺人太甚，老夫这就去国公府要个说法。父亲，您不能去，国公府毕竟是世袭的勋贵，关系网庞大，不是我们这样的官员之家能撼动的。可我们动不了，自然有人能动，只需静待明日，到时便可名正言顺的算账。绝不会给那不孝女准备任何嫁妆。深夜，我的聘礼被悄然抬进院中，整整99台，每一样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宝。同时送来的还有我的嫁衣，用的是最名贵的蜀锦，大红色裙摆镶满了珍珠宝石，流光溢彩，异常华美。次日我才梳妆完毕，房门骤然被踹开，陆承轩着喜服，气势汹汹地走进来。叶晚堂，我原以为你昨日已经悔过，没想到心机居然这么重，一个贱妾也配跟正妻主母抢风头。他将我扯到外面，院里挤满了宾客。叶凌轩正站在我那堆聘礼中间哭。难怪爹爹说不给我准备嫁妆，原来是姐姐嫉妒阿轩哥哥给我准备了聘礼，故意霸占了所有好东西。阿轩哥哥，姐姐身为妾室，怎么能穿大红色的嫁衣？他分明就是想让我下不来台，叫我被人耻笑，连嫁妆都没有。立即把嫁衣脱下给凌轩，你只能穿粉色。我直接被气笑了。谁说我要给你做妾了？这嫁衣是我未婚夫专门给我准备的，凭什么给他？你也不怕折了他的寿？阿唐，做人要有自知之明，满京里谁不知道你早就被人玩烂了，连孩子都生不了。除了我，根本没有好人家会接纳你。你不也正是明白这点，才准备这么丰厚的嫁妆，生怕我不要你？放心，只要你乖乖把嫁衣给凌轩，我不会在意这些。你的名声已经够臭，别再添个没有教养和僭越的恶名，惹人厌恶。我直直地看向他。我若不肯呢？陆承轩骤然沉下脸。既然你如此油盐不进，那就别怪我不给你留颜面。来人，给我扒了他的嫁衣，顺便抬走所有的嫁妆，给凌栓添妆。装什么矜持啊？咱们小公爷都说了，你早就被别人扒光过了，应该早就习惯了呀。而陆承轩搂着得意的叶凌轩，冷眼站在一旁，摆明了要给我个教训。门口处突然传来男人冷漠而有威严的声音：孤倒要看看是谁不要命，敢抢孤为太子妃准备的聘礼。所有人下意识转头看去，只见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东宫太子慕容玉，赶紧纷纷跪下行礼问安。待慕容玉说了平身，众人这才反应过来，他穿的并非明黄色的朝服，更不是便服，而是大红色的喜服。有宾客悄声议论道：难道今日东宫也大婚？太突然了吧，竟然一点消息都没漏。难道今日东宫也大婚？太突然了吧，竟然一点消息都没漏。不是，难道只有我在想，殿下大婚不在东宫，跑来尚书所还有啊？殿下刚刚的话什么意思？那些珍宝是他给太子妃准备的聘礼，不会跟叶大小姐有关吧？别搞笑了，夜晚放着那么多清白的闺女不娶，怎么会要这种女子？也不知谁家的千金这么有福气。陆承轩原本心里也有些犯嘀咕，大概也想到这一点，悄悄放下心来。陆承轩斗胆开口：臣不知殿下今日也大婚，
未能及时送上贺礼，是臣的不是。只是您方才的话，不知是何意思？为了不出丑，昨晚我连夜用了药膏给额头消肿，刚刚又多抹了些脂粉来遮盖住伤口，轻易很难看出。可不知是不是错觉，他的眼神在掠过那处时骤然暗了几分。那小公爷觉得姑应该是什么意思呢？陆承轩愣了愣，这怎么又把问题丢回给他了？眼前这位太子心思和喜好从来都是个谜，让人难以捉摸，以至于那些想要谄媚讨好的大臣根本无从下手。可直觉告诉他，慕容玉虽看着在笑，但绝不代表他心情就很好，甚至好像有点生气。我知道了，父亲身为礼部尚书，负责朝中大小仪式庆典。便是姐姐你爱面子又贪慕虚荣，想要压我一头，所以伙同父亲私自调换挪用殿下给太子妃准备的聘礼来充当嫁妆。幸好殿下英明神武，及时发现了你们的罪行。说实话，我都想给他鼓掌了。人能蠢成这样，实在不多见。慕容玉估计也被雷到了，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没想到这落在陆承轩眼中，倒像是默认。他震惊又失望地看向我。叶晚堂，你为了针对凌轩，竟胆大包天，丧心病狂到如此地步，你知不知道这样做是会满门抄斩的？你要害厉行轩吗？早知如此，当日就不该救你，而是让你血溅而亡。幸好还没纳你进门，否则国公府也要受你连累。那些只是就此作罢。殿下，叶婉华妇女自寻死路，要打要杀确实无辜，她又马上就成为我陆家的少夫人，还望殿下不要迁怒她。对，没错，像这种大逆不道的家人，臣妇深以为耻，愿从此和叶家断绝关系。哼。慕容玉意味深长地扯起嘴角，你当真想好了吗？他这是在考验我的立场和忠心。像是想起什么，噔噔噔闯进我的房间，抱出一个长条状的包裹。他将包裹丢在地上。殿下，您瞧，这是叶婉堂母亲的尸骨。我早知他们一家三口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昨日便已将他挖坟掘墓，踩碎臀骨，这便是我的立场。只要您一声令下，臣妇立马将他挫骨扬灰。慕容玉的眼神又暗了几分，他看向一旁的父亲，问道：叶大人，您的意愿呢？父亲给了叶凌轩一个极为漠然的眼神，静静开口：既然人家都做出了选择，那么从现在起，臣只有阿唐一个女儿，所以臣没意见，任凭殿下处置。臣女也没意见。慕容玉点点头，重新看向叶凌轩，勾起嘴角。叶二小姐如此忠心，的确该赏。叶凌轩还没来得及得意，就见慕容玉的脸色骤然无比阴冷。来人，叶凌轩公然辱骂的太子妃，破坏姑岳母的尸骨，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给姑赏他100个耳光，再打断他一条腿。话音落下，满场哗然，所有人都震惊地看向我。无需再问。这一次，慕容玉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他的太子妃，未来的中宫皇后，就是我叶婉堂。陆承轩的表情顿时无比僵硬，唯有叶凌轩一边试图挣脱大内侍卫的钳制，一边怨恨地尖叫：放开我！叶婉堂，你个贱人居然也能做太子妃！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哄骗的太子殿下？殿下，他早就被人坏了身子，是个烂货，您不能上他的当啊！好吵，感觉长嘴好像没什么用。算了，直接拔了他的舌头。叶凌轩瞬间面无血色。父亲救我！你忘了，你已经不是我的女儿了。一声惨叫过后，叶凌轩直接痛得晕死了过去。陆承轩有心想要求情，可他自己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河。阿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陆承轩，你为了给叶凌轩铺路，还真是机关算尽，诓我出去，将我送给马匪，让他毁了我的清白，再四处散播谣言，毁了我心甘情愿的做妾。可有2件事你却没算到：一，我并没有被坏了身子；二，当日太子也在那匪窝之中，而我是救下他的恩人。其实说起来也简单。此前慕容玉微服出宫，替圣上去外省考察当地民情，回来时在小路遭遇马匪埋伏，寡不敌众，便被掳上了山。而之前陆承轩买通的那个马匪头子，实则是个喜欢男人的。我被抓过去时，刚好和慕容玉关在一个屋，我一眼便认出了他。那马匪见慕容玉长得俊美，以为只是寻常人家的富贵公子，又急色，想着先把人办了。我便趁他去绑慕容玉时，用酒盘砸破了他的头，叫慕容玉赶快逃命，喊人来救我。虽保住了命，
但还是中了一刀，因此前耽搁了不少时间。陆承轩还以为是成了，就带人假模假样的赶过来。马匪拿了他的钱，不敢说是没办成，干脆什么也没说。其实即便陆承轩不来，我也不会出事。慕容玉刚走出去，便和收到消息，四处寻找他的暗卫会合了。我养伤那段日子，他曾来偷偷看过我好几次，每次都心疼又愧疚，给我带喜欢的吃食。渐渐的，我讶异于他对我的了解，几番追问下，才知这人在宫宴第一次见到我，便起了求娶的心思。只是那时我已和陆承轩有了婚约，慕容玉便许诺，若我将来改了主意，随时告诉他；若我没有，亦可以此功劳向他索取任何东西。慕容玉还让人将那马匪带来，当众承认他的话所言不假。一时之间，我从人人唾弃的荡妇，变成了整个大周朝的功臣，而陆承轩则变成了勾结马匪、戕害未婚妻的渣男。现在终于轮到了他，任谁都看得出慕容玉眼中的杀意。只是他刚要开口，就有太监急匆匆赶来。殿下且慢，圣上有旨。慕容玉终是没能杀了陆承轩，因为他的母亲，如今的国公夫人，是当今圣上的表姐。圣上年幼时不受重视，常常被宫人欺辱，便是这位表姐将他接进自己府上，好生照顾和培养。国公夫人搬出这份恩情，圣上不能不给这个面子。更何况他还钻了个时间差的空子，表示陆承轩虽有错，但那时我并非太子妃，所以他不算以下犯上，罪不至死。假模假样的让人送了些礼物表示歉意，恢复我母亲正妻的身份。所以陆承轩不仅没死，连府上的爵位都没动摇，不过是杖责20，再同叶凌轩一起去我母亲坟前磕头致歉。殿下，吉时快到了，圣上催您赶紧带太子妃进宫完婚呢。慕容玉脸色难看，显然心情极差。国公夫人此举无疑是在当众打他的脸。我拉住他的手，安抚道：“咱们走吧。”咱们走吧。离开时，陆承轩的20仗已经打完，他痛得额头青筋鼓起，一抬头便瞧见我和慕容玉十指紧扣的手。那一刻，陆承轩突然觉得心里空了一块。曾经他想让我做他的妻子，后来时间久了，他又觉得有些腻，便被柔弱娇媚的叶凌轩吸引，便想着要我做妾。可唯独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嫁给别人。后悔、占有欲，太多的情绪充斥他整个胸腔。陆承轩突然喊住我：“阿唐！”对不起，我不该受叶凌轩蒙蔽，信了他那些装可怜的鬼话。我以为你母亲害死他娘亲，他又跟我诉苦，说你总仗着嫡出暗中处处欺负他，我才鬼迷心窍想出那种主意。但我真的从没有想过真的舍弃你，我心里是有你的，一切都是我的错，你可不可以原谅我？我顿住脚步，转头轻轻开口：“好啊，好啊，把你的脑袋也踩碎，我就考虑原谅。”陆承轩顿时被堵得哑口无言，一张脸涨成了猪肝色。其他人发出嘲讽的笑声。装的那么深情，还不是怕死？人家太子妃被他害得差点没了清白，声名狼藉，连将来能不能做母亲都不知道。他一句对不起就想抹清，说什么没想过舍弃？刚刚以为叶家挪用了聘礼时，不是毫不犹豫就把人推出去了吗？笑死！国公府也就仗着他家夫人和圣上那点交情，也不看看自家子弟都不争气成什么样子，早就卸除没落之势。原本凭借叶大小姐这次的立功，必定能光华门楣，重新得到重视。可惜他没把握住啊！陆承轩羞愧地垂下头，而我没再看他，由慕容玉抱上了喜轿。大婚十分隆重，皇帝更是赞赏我勇气可嘉。刚巧太医院最近来了位神医，说我兴许还有望能够生育。趁皇帝高兴，慕容玉直接宣布永不纳妾，即便真的不能生，将来便从宗族中过继一个孩子。他是帝后独子，皇后又去得早，加上慕容玉自己争气，皇帝对他倒是颇为纵容，大抵是知道他因为那道圣旨心中不快，竟然没反对。晚上慕容玉还是满脸不快，我哑然失笑。洞房花烛呢？你不高兴啊？他将我搂紧，抱怨道：“自然是高兴的，只是不能为自己的妻子撑腰，我还算什么男子？那个人渣如此伤害你，却仗着家中的恩情，居然只得这点惩罚。阿唐，你难道不憋气吗？”闻言，我笑着抚平他紧皱的眉头：“傻瓜，恩情放在那里，就是要拿来用的。如今已经用过了，等他再犯下大错，便不好使了。”叶凌轩自从被摁着在我母亲坟前磕了100个头，又被驱逐出府后，便不知所踪。有人说他饿死在街头，
也有人说他掉进湖里淹死了，都不重要了。而陆承轩养好伤，便每日不停地往东宫递信。不是说他终于意识到我对他多么重要，无法失去我，便是各种忏悔，希望我能和慕容玉和离，再给他一次机会。直到第99封信被送进来，我终于同意见陆承轩。猎物上钩，你可知罪？下官不敢。你我青梅竹马多年，我并非对你无情。既然你已诚心悔过，那我也不是不能给你个机会。阿唐，我就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眼下我还是太子妃，你我这样于理不合。你也知道慕容玉的脾气，若知道我为你与他和离，绝不会放过我们。为今之计，便是将他扳倒，再也没了威胁，你我才能安心的在一起。你的意思是，要我？圣上不止一个儿子，想要那个位子，大有人在。若你身负从龙之功，便再也没有人能将咱们拆散了。阿轩哥哥，这都是为了你我的幸福啊！我已太久没有这样唤过他。此时见我像从前一样温柔，陆承轩果然毫不犹豫答应了我。我答应你。于是3个月后，朝中发生了件骇人听闻的大事：二皇子结党营私，私下招兵买马，妄图篡位，而给他提供银钱支持、铸造兵器的，正是陆国公府家的小公爷。证据由太子和太子妃亲手呈上，全都是陆承轩的亲笔书信。为了表明他想和我在一起的决心和诚意，他们进行的每一个环节，陆承轩都告诉了我。谋反、觊觎太子妃，这2条罪状加起来，天大的恩情也不好使了。对皇帝来说，最忌讳的便是有人威胁到他的皇权。陆国公府削爵、流放，陆承轩被判5马分尸之刑，而又因我立下大功，叶家从尚书府变成了叶国公府。行刑那天，我去见了陆承轩最后一面。他躺在地上，脖子和四肢全被捆上了绳索，每条绳索的尽头都拴着匹身强体健的马。我亲自挑的。你从没有想过真的原谅我，是我痴心妄想了。这几日我在牢中一直在想，从前我那个温婉胆小的阿唐，什么时候也学会了玩弄心计、拉手无情。不过也挺好的，这样的你，即便身处深宫，也能保护好自己，我可以放心了。有你这样好的老师，我又怎能不成长？别说什么放心不放心的，毕竟我此生受过最大的伤，皆是你一手所赐，所以你现在的下场，便是辜负别人真心的代价。说完，我转身离开，行刑官一声令下，5匹马疯狂地朝不同的方向奔跑。阿唐，我对你说过很多谎，你可以全都不信，但唯有那句心里有你和对不起，是真心的。下一秒，他的声音戛然而止，我没有回头，只在心中轻轻说道：可是，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马蹄声在身后戛然而止，叶婉堂没有回头，直到马车帘放下，他才闭上眼睛，将手伸入袖中，摸到那块鸳鸯佩，查抄国公府时慕容玉截了下来，某个深夜搁在他妆帘上，只说了句：你的东西你处置。马车在东宫门前停下，慕容玉穿着玄色长服立在阶前，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伸出了手。饿不饿？叶婉堂将手搭上去，眼眶发酸。现在的我不能倒下。他轻声说想吃桂花糕。想吃桂花糕。慕容玉弯了弯嘴角，牵着他往里走，沿途宫灯次第亮起，将他们的影子交叠在一起，分不出彼此。他想，原不原谅陆承轩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往前走了。春去秋来，转眼2年，圣上龙体渐衰，慕容玉监国理政，手段凌厉，叶婉堂亦以贤德之名传于内外，只是他的肚子一直没有动静。朝中劝太子那侧妃的折子零零星星递上来，殿下对太子妃太过纵容了，都2年了，再没个一儿半女，总不是个事。太子妃若真是识大体的，就该主动为殿下选妃。他听完，面无表情地转身离去。岁月不饶人啊，我这张脸也快要看厌了。在想什么？
慕容玉从身后环住他的肩，从妆帘抽屉里取出一卷明黄圣旨放在他面前。他打开一看，赫然写着：太子愿从宗室中择一幼子交由太子妃叶氏抚养。父皇怎么会答应？我与父皇谈了一整夜，谈我母亲。我跟父皇说，我母亲去得早，我从小到大最羡慕的不是别人有兄弟姐妹，而是别人有娘亲。我不想我的孩子和我一样，在失去母亲的阴影中长大，也不想为了让所谓的子嗣，让我的妻子承受我母亲当年承受过的孤寂。叶婉堂的眼泪落了下来。万一我真的不能，那就不能。我娶你不是为了继承人，是为了你。当年在宫宴上，你端着一盏果子六，笑得眼睛弯弯的。那时候我就想，这个姑娘若是我妻子，我一定不让她受半点委屈。叶婉堂再也忍不住，伏在他肩头放声大哭，哭到暮色褪尽。他抬起头，露出一个真心实意的笑容。慕容玉，我也很喜欢你。慕容玉失笑，都成婚2年了，才想起来说这个。叶凌轩并没有死，被一个姓姜的药材商妇救回江南，治好了腿伤。他在药庄上学医，天赋极高，但心里那团火从未熄灭。2年后，江娘子接到定安侯府的求医信，带他进京。叶凌轩为侯府老夫人治好了头风，也因此打听到太子妃旧伤复发，正在广招名医的消息。侯夫人见他入东宫，叶婉堂看着跪在殿中那张被苦难搓磨得面目全非的脸，他忽然笑了。好，你留下吧。清河跪地苦求，慕容玉也破例劝了一句，叶婉堂只摇头，把敌人放在看得见的地方，总比让他们在暗处使绊子强。叶凌轩入东宫后滴水不漏，每日天不亮起身煎药，亲自尝过才端给叶婉堂，卑微到极致。1个月下来，叶婉堂旧伤好转，气色红润，东宫上下渐渐放下戒心。没人知道他每晚回药房都会用旧手帕仔仔细细地擦拭藏在枕头下的匕首，不急于动手，他要先获取信任。席间有宗室亲王借酒暗示太子妃无子不妥。今日中秋，加了一味桂圆，安神养心，娘娘趁热喝。叶婉堂一饮而尽，药汁入口的瞬间，舌尖尝到一丝不同寻常的苦涩，不是桂圆的味道。叶凌轩低头退出，走到门口时脚步顿了顿，月光照在他脸上，叶婉堂看见了那个笑容，猎人看着猎物落入陷阱时的笑容。他猛地站起身，舌头已经开始发麻，张开嘴想喊人，却只能发出一声微弱的气音。慕容玉，东宫半夜灯火通明，太医紧急入宫，宫门落锁。寝殿中，叶婉堂靠在床上，脸色苍白如纸，嘴唇翕动却发不出声音。慕容玉坐在床沿，握着他的手，面容平静的可怕。叶凌轩被压跪在角落里，浑身是血。此刻他头发散乱，脸上却挂着一种从漫漫长夜里熬出来的疯狂的解脱似的笑。慕容玉走到他面前，你知道孤可以让你生不如死。他从袖中抽出早就写好的纸条，他回我一声，我毁他一世。民女为他的是结雨伞，让他再也说不了话。他喜欢用那张嘴害人，民女就让他永远开不了口。太医脸色骤变，结雨伞是前朝禁药，失传近100年，解法闻所未存。叶婉堂抬手摸向自己的喉咙，被夺走了，就像当年陆承轩夺走他的清白之名。慕容玉将他的手握住，会治好的，我发誓。叶婉堂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慕容玉转身走向外间。查他进京后接触过的每一个人，定安侯府上下一个不许出京。我要把这条藤上的人连根拔起。审问彻夜，幕后隐隐指向圣上膝下那几个不安分的皇子。有人借定安侯府之手送叶凌轩入东宫，为的不是私仇，而是让东宫后院起火，让监国太子分身乏术。慕容玉将密奏拍在案上，望向窗外，久久不语。叶婉堂无声走到他身后，端上一盏龙井，又从袖中抽出一张纸推到他面前。你不需要把所有人的罪都背在自己身上。又写一张，我失声不是你的错。慕容玉看了很久，极轻的笑了一声。叶婉堂提笔再写，那是自然，我可是你的太子妃。写完抬起头，对他微微笑了笑，那个笑容很淡，但是真的。慕容玉将他拥入怀中，我一定找到解药，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还能跟我说话。他不原谅任何人，但这没关系，原谅从来不是他的必修课，他只需要往前走。而结雨伞的秘密在12个时辰后揭开。叶婉堂在一阵尖锐的腹痛中惊醒，那种下坠感他在匪窝里切身体验过一次。太医匆匆赶到，望闻问切后脸色古怪，难以置信，再三诊脉，老太医颤巍巍跪下，恭喜娘娘，娘娘有喜了。满是巨计。叶婉堂僵在床上，
大颗大颗的眼泪从眼角无声滑落。慕容玉夺门而入，跑脚带翻了花架，浑然不觉。你再说一遍。娘娘脉象是喜脉，已1月有余。臣查了古籍，结雨散实则是一味被误传的安胎古方，是前朝太医为发妻所创。其中一味饮药，若用量不当，会先令人暂时失声，之后药力转入包公保胎养气。若非这碗药，以娘娘包公旧伤之重，这一胎恐怕……慕容玉走到床边坐下，握住他的手，低下头，肩膀轻轻颤抖。这位冷峻果决的太子伏在妻子手背上无声流泪。叶婉堂的喉咙仍发不出声音，然后拿起纸笔写下2个字：傻子。但他伸出手附在他后脑上，一下下理着他散落的碎发。是，我是傻子，你的傻子。数日后，叶婉堂的嗓子恢复了些，他亲自去了一趟密牢。叶凌轩蜷在潮湿的稻草堆里，叶婉堂在牢门外站定，静静看着这个与自己流着一半相同血脉的妹妹，提笔写下一行字贴在铁栏上：我怀孕了。叶凌轩的目光凝在3个字上，整个身体开始站立。他猛地扑向牢门，发出破碎至极的喉音，像困兽的悲鸣。叶婉堂想起了小时候那个跟在他身后的庶妹，他当然恨，但恨的下面还有一层更坚硬的东西。他的孩子是踩着刀尖来的，他必须把所有的力气都留给这个孩子。他提笔写得很慢，最后一笔一画贴在铁栏上：从我娘死的那天起，你就不再是我妹妹，但你娘害死我娘时，我才刚出生，你也是刚出生，我们俩都还没学会叫娘，就已经成了仇人。我孩子的命不该背我们的债。他做了这么多丧尽天良的事，等了这么多年的恨，对面这个女人连恨都不被允许。叶婉堂没有再回头，他一步一步走上密道石阶，走到顶端时，天光洒在脸上，深吸一口凛冽的空气，脱口而出2个含糊却用力的字：回家。慕容玉握紧他的手，这是他被下毒后第一次主动说出完整的词语。好，回家。3年后，圣上驾崩，慕容玉登基，改元成安。先后叶婉堂成了大周朝最沉默的皇后。这位不说话的娘娘比谁都难对付。成安2年冬，皇后诞下皇长子，母子平安。满月那日，慕容玉在太庙行告祭里回来，在御花园梅林里找到了他。叶婉堂抱着孩子站在白梅下，轻哼着一首江南小调，他的声音沙哑，但孩子听得津津有味。咿咿呀呀挥舞着小拳头，他停下来喘了口气，低头对着孩子的耳朵轻轻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很短，是他的声音：娘亲在。慕容玉站在梅花树下，雪落了满肩，没有上前，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的妻子和儿子，眼眶微微发酸，心里却很暖很暖。天下太大，他只想管好眼前这2个人，让他们一辈子平安喜乐。雪又飘了起来，落在叶婉堂微微扬起的面庞上，他看着漫天飞雪，忽然笑了，笑得像许多年前那个站在宫宴角落里端着果子露的少女一样的安静，一样的明亮。只是这一次，他手里端着的是属于自己的，谁也夺不走的温暖的人生。成安5年春，叶婉堂的声音彻底恢复了。太医院翻阅无数古籍，最终在一本失传已久的南疆医典中找到余毒清解之法。那日慕容玉正在御书房批折子，听见殿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抬头便看见叶婉堂提着裙摆跑进来。陛下2个字，清晰明亮。叶婉堂弯起眼睛笑了。慕容玉的朱笔停在半空，愣了好一会儿才放下笔站起来。他张了张嘴，想问全好了，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又喊了一声：陛下，臣妾回来了。陛下，臣妾的声音回来了。慕容玉大步走过去，一把将他揽进怀里，抱得很紧很紧，他的声音贴在他胸口，闷闷的，却带着笑意。陛下抱得太紧了，臣妾要喘不过气了。他这才松了些，却不肯完全放开，低头抵着他的额头，声音有些哑：再喊一声陛下，再喊陛下，再喊一声陛下。陛下，慕容玉，你幼不幼稚？太子妃娘娘的声音终于好了。成安6年，慕容玉推行新政，叶婉堂全程参与。她不是坐在后宫等消息的皇后，每日早朝后，慕容玉会带着折子回坤宁宫，夫妻2人对坐商议。叶婉堂虽不临朝，但慕容玉从不避她。朝中大臣从最初的微词到后来的习以为常，再到心悦诚服。这位皇后娘娘的眼光毒辣，江南水患，她提出以工代赈之法，既救灾又兴修水利，边关军饷吃紧。她建议裁撤冗余官职，
将省下的银子充作军费，甚至科举改制中增设明算科一条，也是他亲笔拟的条陈。慕容玉曾在大朝会上当众说：“朕若有失德之处，有皇后在，朕不敢懈怠。”这话传到民间，百姓们添油加醋的传开了，说皇帝和皇后形影不离，批折子都要手牵手，说皇后替皇帝挡过毒酒，皇帝替皇后守过整夜，说他们吵架从不隔夜，因为皇帝吵到一半就会问皇后饿不饿，然后两个人就去吃桂花糕了。成安7年，皇长子慕容承安满5岁，小家伙聪明伶俐，3岁开蒙，5岁已经能背半部《论语》，但他最崇拜的不是父皇，而是母后。母后，儿臣长大以后要像母后一样厉害。叶晚堂笑着捏他的鼻子，像母后有什么好？你父皇才厉害呢。父皇也厉害，但父皇听母后的呀。一旁的慕容玉放下折子，慕容承安，你今天的字写完了吗？小承安吐了吐舌头，一溜烟跑了。叶晚堂看着他的背影，笑得眉眼弯弯。慕容玉走过来，坐到他身边，握住他的手。你看你，把孩子惯成这样。陛下不惯。两人对视一眼，都笑了。窗外春光明媚，御花园里的海棠花开得正盛，有燕子穿过回廊，衔着春泥飞向梁间。远处隐约传来小承安朗朗的读书声，稚嫩却认真。慕容玉忽然说：“阿唐，谢谢你。”谢什么？阿唐，谢谢你。谢什么？谢谢你还在，谢谢你没有死在那个肥窝里，谢谢你愿意嫁给我，谢谢你替我生了承安，谢谢你的嗓子好了。陛下，这些话留着老了再说吧。到时候我们坐在御花园里晒太阳，你说一句我应一句，说到走不动了为止。慕容玉握住他的手，放在唇边轻轻一吻。那说好了。说好了。多年后，史书大周《承安本纪》中这样记载：承安帝慕容玉在位34年，与皇后叶氏情深一笃，终身不纳妃嫔，帝理政于朝，后谏言于内。多年后，史书大周《承安本纪》中这样记载：承安帝慕容玉在位34年，与皇后叶氏情深一笃，终身不纳妃嫔，帝理政于朝，后谏言于内，朝野清正，万民安康。时人谓之承安之治。帝后故事传为佳话，后世莫不仰慕。而在更隐秘的东宫就是残页中，有人用极漂亮的簪花小楷写着一行批注：帝常问后，回否？后答不悔。又问恨否？后答不恨，但亦不原谅。帝笑曰：不必原谅。朕在寥寥数语，便是一生了。相配，盼铃声